你好，我是 Easy Fish， 我在世界各地旅居，记录不同城市的生活日常。这段时间，我生活在多伦多。去法国旅行后，我才知道，法式早餐的精髓就是2个字：碳水和甜，就是各种面包与糖的组合。外焦里嫩，好吃。其实我减了很多味道，没放香草精，没加奶油，最后也没撒糖霜。这些原料我平时很少用，也没有特意去购买。冰箱有点空了，一些日用品也要补充了。今天准备来个大采购，也带大家看看多伦多人都在哪里买菜、买日用品。加拿大的超市里有什么样的食材？顺便聊聊旅居生活这些年，我判断什么值得拥有的标准变了。
artist payment, please. Ali to officer, Ali to officer. 意大利不锈钢锅，种草很久了，可一想到它需要一点预热技巧，家里人也不一定会用，我就犹豫了。我一直说，旅居生活中喜欢一样东西不一定要拥有，但如果有个充分的理由呢？我的不粘锅不好用了，而这个陶瓷不粘锅这么好看又很安全，我需要它。以前我大概率会买好几样，但现在我只带走了平底锅和蜡烛，它们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Fire burned out. The warmth has gone away. The fire burned out, darling. The warmth is gone away. You turned so cold on me, baby, and you'll miss my love someday. Fire burned out, it's fading slow indeed. The fire burned out, darling, it's fading slow indeed. I'll keep on moving forward,
不能再挑了，这一台子都是我的。我担心拉杆车放不下，幸好我及时停止了。所有的东西终于都塞进去了，拉杆车满满的，鼓鼓的。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只松鼠，我俩对视了一会儿。它看起来有点像蝙蝠侠呀，它一直这个姿势。好吧，我先走了。我发现每一座城市都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在亚洲、欧洲旅居时，溜达着就到了菜市场，顺手买点菜，和摊主聊聊天，生活节奏也慢。晚上用1-2个小时慢慢做饭，也是一种享受。到了多伦多，又是另一种生活，距离远，冰箱大。我每次采购1周的食材，回来分装、冷冻，慢慢消耗。在北美，做饭变得简单了，三文鱼擦干就能煎，肉腌一腌就能烤，蔬菜拌一拌就能吃。吃完饭，盘子往洗碗机里一扔，全过程既简单又高效。那个虫子。2年的旅居生活，如果问我有什么特别回味的，我的回答是，我一直在重塑自己和重建生活。对我来说，旅居不仅仅是去看世界和换个地方住，更像是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离开过去的自己，建立新的生活，认识新的自己。阳台上可以看到繁忙的407公路，再往远处那群高楼应该是士嘉堡，多伦多的一个区域。高楼后面隐隐约约的就是安大略湖。
有时候我忽然会想，如果回到2年前，我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每次新增加一件物品时，我都会反复问自己，是真的需要它，还是只是那一刻的欲望？慢慢的，我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低，只留下那些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我的衣橱也越来越小，我们2口子的衣服都在这个2平米的小空间里了。我一直在淘汰很少穿的衣服，衣橱越来越轻盈，每天选择穿什么也更加容易了。用了多年的电饭煲之后，我又开始喜欢用锅做饭，感觉回到小时候的煮饭样子。小时候经常把饭煮糊了，现在想想，是不是那时候手太小，水没有放够呢？俗话说，要想甜，搁点盐，一点点咸能让寿司饭的甜有层次感。
吃完晚饭出来走走，晚风挺舒服的。很多人问我，旅居2年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以前我觉得是我去过了多少地方，看到了多棒的风景，但现在走在多伦多的街上，我才发现，其实城市一直在改变我。我学会了给生活做减法，学会了不再靠堆积物质来感受自我。我现在的家缩减到了最少，但神奇的是，我反而觉得内心的空间越来越大了。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自己做饭，坚持健身，哪里好像都可以是家。